我告发贵妃秽乱后宫，怀了也种。可皇帝不信，为安抚美人，他活剥了我的皮，做成一只兔儿灯，供贵妃观赏。人皮脆，这最奴的皮被烧过一次，韧性反倒好。可他忘了，我被烧伤是为了救他。再睁眼，我重回告发贵妃那天。姑姑刚才想说什么？我一愣，望向皇帝头戴的玉冠，谄媚的笑。臣想说，贵妃有心，她献给圣上的翠冠都滤出水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，我是御前长侍姑姑。混到我这资历的，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宫女，可我年仅16，有此殊荣，无过4字，满门忠烈。皇帝还是废太子时，被驱逐出京，妖后派人追杀他，我爹以血肉之躯为他挡下箭雨。废太子安然无恙，我爹却被射成刺猬，围困空城，百日无米。为保全废太子，我娘割肉4主，肉尽而亡。死前，他双臂只剩零白骨，可那把骨头却死死攥住我，声嘶力竭。护住他，他是你主子，就算死，你也要护住他。我护了废太子整整10年，为了护好他，我拼尽全力，哪怕惨遭毁容，遑论身负重伤，不惜举族覆灭。李宪回宫那日，我没有亲人了。他一袭明黄色龙袍，威严地走向龙椅，而我形单影只地跟在他身后，捧着他拖拽在地上的龙袍，亦步亦趋。臣子们念我忠烈，乌泱泱地跪了一地，恳请皇帝纳我为妃，以彰仁德。可李宪迟疑了，他凛冽的眸光扫过我丑陋的脸，长眉微蹙。民女不想封妃。望着他为难的模样，我懂事地跪下，民女自请做御前长侍。我朝的御前长侍与太监一样，不可婚嫁。我的请求是封住老臣的嘴。李宪果然松口气，连忙说好，不敢丝毫迟疑。众目睽睽，他拉起我满是疮痍的手。那阿离就做朕的长侍，永远护着朕。他的话我当真了。为了管理朝政，替他分忧，我殚精竭虑，宵衣干食，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。听闻贵妃私通，我明察暗访，第一时间禀明，皇家血脉不可混淆，请圣上定夺。可他不信，无耻贱人，竟敢污蔑袅袅。他狠狠攥住我下颌，指甲嵌入皮肉，你这丑东西也敢觊觎朕？你以为袅袅死了，朕就会垂怜你吗？做梦！盛怒的帝王命人剥了我的皮，制成兔儿灯。行刑时，我全程清醒，我亲眼看见皮肤剥离血肉，血潺潺而下，流了一地。皇帝提着我的皮制成的兔儿灯，向贵妃缱绻轻笑。人皮脆，这最奴的皮被火烧过一次，韧性反倒好。朕将此灯悬于长春殿，你俯仰即见，再大的火气便也消了。可贵妃蹙眉，撒娇卖痴，可妾身还是心口疼。只因这一句话，李宪下命掘我祖坟，将我族人挫骨扬灰。群臣激愤，可圣意难改。放肆！上官家危如蝼蚁，朕凭什么感激？朕是天子，有上苍护佑，没有他们上官家，朕照样万寿无疆。祖坟被掘开时，我恨意滔天，可我舌头被割断，四肢俱废，什么都做不了。所幸老天给我重来的机会。姑姑刚才想说什么？一晃神，我站在长春殿，御阶上的男子含笑问我。我有些恍惚，但很快意识到自己重生了。重生在告发前一刻。阿离愣着作甚？你刚才不是说有要紧事要说给朕听吗？狗皇帝笑得温柔，就像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，他缩在我怀中，坚定地告诉我一朝回宫，绝不负卿一般。眼眸倾城，人畜无害。我恍惚片刻，突然笑了。臣想说，圣上的翠冠颜色极好，都滤出水了。想来贵妃娘娘为了挑选美玉，也是费了极大的心思。这顶翠冠戴在圣上您头上，如虎添翼，相配甚美啊！我这番话逗得李宪眉开眼笑。他还是那么蠢，只要夸耀他心爱的女人，他就觉得与有荣焉。阿离说的不错，朕确实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他大笑，袅袅有了朕的孩子，朕的江山有了继承人，朕如何不喜？头顶的绿帽子戴得真稳啊！
我嘲弄的笑，但不动声色地跪下，恭贺皇上，喜得龙嗣，大皇基业，万世永昌。李宪，你不是有上苍护佑吗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的助力，你能嚣张到几时？重生后，我不再紧随李宪身边，直言劝谏，做任何令他反感的事，反而对贵妃神鸟恭顺有加。我不再严苛公平用度，顺着李宪的心意，将神鸟的份例年节打赏拨到与皇后齐平。很快，朝堂有了劝谏之声。李宪下朝回宫，满面怒色，朝臣是没事干了，成天嚼蛆。袅袅带了一只金钗，他们也要叨唠半天，把手都伸进朕的后宫了。臣子们盼望圣上励精图治，自然要上谏弹劾，多加约束。见李宪脸黑，我赶紧一笑，话锋斗转。不过贵妃娘娘贤良淑德，才貌双绝，配得上世间最好。更何况她还怀着龙胎呢。听到龙胎两字，李宪蓦地皱起眉。阿里所言不错，眼下龙胎要紧。那群老匹夫动辄就递折子，弹劾贵妃。依朕看，他们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，不想让朕后继有人罢了。说话间，他摔了奏折，双眸愈发深邃，阴冷如寒泉。阿里，你说，朕这一支若是绝嗣，得意的又该是谁？我默然不语。不成想李宪竟疑心至此。子嗣不封是李宪的心病，先帝仅有他一个儿子，当年他流落异国，遭妖后追杀，朝臣都以为他难逃一死，所以先帝驾崩后，朝中元老感慨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便提议立旁支的代王为帝，登基大统。可谁都没想到，李宪居然从尸山血海中活了下来，而这尸山血海是我上官氏的骨，我上官氏的血。疑心这种东西，一旦落地生根，就会茁壮成长，长成参天巨树。数日后，北疆大乱，李宪以此为借口，命代王披甲亲征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此战凶多吉少。李宪此举是送代王去死。代王远赴疆场那日，我前去送行，细雨蒙蒙，落在代王李蒙银白色的甲胄上。他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，郁郁不欢地睥睨我。姑姑亲自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嘲弄一笑，莫不是皇兄是怕本王不肯走，派您监视？我含笑凝视代王，一语不发。我自幼长于皇宫，和代王李蒙有过几面之缘。记忆中的他冷脸寡言，不爱说话，小小年纪就城府极深，和李宪那个傻子截然不同。我记得有一回宫中狩猎，围场中的一只吊睛猛虎突然发疯，朝李蒙狂奔而来，侍卫们全跑去保护太子李宪，李蒙身边无人，他一动不动，所有人都当他吓傻了。直到猛虎快窜到身前，他才举起箭弩，一击毙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箭弩射程不够，慌乱射箭只会错失良机，所以他按压下巨大的惊惶，静静等待猛虎逼近，露出最柔软的咽喉。而那一年，李蒙才13岁。少年老成，临危不惧。奴婢前来，圣上并不知晓。至于奴婢因何而来，我颔首，代王此去是为天下黎民，所以奴婢是来谢谢王爷的。这就是奴婢的谢礼。我双手奉上一块玉珏，若王爷能活着回来，可以用这块玉珏换任何一件您想要的东西。代王迟疑半晌，接过玉珏，他眸光熠熠地盯着我，上官臣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治世良药。我淡淡一笑，王爷千万收好，当年是我上官氏押错宝了，重活一世，我要逆风翻盘。代王走后，李宪大张旗鼓地重罚了几位文臣，他们职责各异，官阶不同，唯一的共通点就是曾弹劾过神鸟。大皇以文治国，文臣地位尊崇，有刑不上大夫之说。李宪此举虽然平息了匪意，可文臣腹诽心谤，暗地里早有不满。我心里明镜一般，却佯装不知，依旧悠游度日。有李宪这个大靠山，神鸟越发骄奢。他每日早晚用牛乳沐浴，因喜欢亮堂，长春殿的灯火日夜不息，燃灯所费的蓝膏足有100斤之巨，是凤仪宫的10倍。就连皇后独有的东珠，他都要抢。东珠难得，皇后一年也只得1壶之数。
可神鸟得了冬珠却不佩戴，还命工人磨成粉末，日夜滋养肌肤。听说这件事后，我笑了许久。神鸟可真是个妙人。前世我恨其美色误国，让李宪沉湎声色犬马，不免多加劝诫。可重活一世，我庆幸有他这位友军，有他缠着李宪，我才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比如勾结前朝。我记得黎叔最喜欢吃荔枝了。那日，镇武将军李子明来我府中小坐，他是我父亲的拜把子兄弟。前世，李宪下令绝上官氏祖坟，黎叔死谏不成，痛呼自古忠义两难全，然后一头碰死在盘龙柱上。他死后，尸体扔去了乱葬岗。堂堂朝廷三品武将，连一口薄官都没有。望着黎叔腰间的灿灿寒刀，我不禁想，遇事耍嘴皮子作甚？耍刀不好吗？岭南距京城千里之遥，新鲜荔枝一颗难求，幸得皇帝赏赐，阿离才分了一盏。我亲手剥了一颗荔枝，快尝尝。阿离，可3大5粗的黎叔捏着荔枝，难以下咽。他突然放下荔枝，郑重其事道：“阿离，你贴身侍奉皇帝，有机会要多加劝谏才是。我听说贵妃娘娘怀着龙种，还在侍寝，这怕是不好吧？”他吞吞吐吐的模样，和平时的心直口快大相径庭。我强忍住笑，这事儿传那么快，连黎叔你都知道了？神鸟孕中多思，担心被人分宠，为留住皇帝，他不惜犯险，继续侍寝。起初李宪顾念他身子，不肯与他温存，可我召了几个美貌侍女陪伴君侧后，他就再也按耐不住了。他给李宪下了情香，长春殿白日宣吟，娇笑呻吟之声不绝于耳。李宪纵然年轻，也遭不住这销魂蚀骨枯的摧残。那日宫宴，年轻的帝王面色泛白，脚步虚浮，在群臣面前摔了一跤。群臣们面面相觑，不敢吱声，可脸上都挂着同样一句话：圣上的身子被掏空了。圣上幼年流落异国，身骨本就孱弱，万一因为床事出个好歹，让堂堂皇族颜面何存？黎叔一脸担忧，唉声叹气。他和父亲一样，对李宪忠心耿耿，可他没有看清，龙椅上的李宪根本配不上他的赤胆忠诚。黎叔所言极是，只可惜沈贵妃胜倦正龙，我虽然心焦，却插不上嘴。我蹙眉，叹息此事难办。哼，沈贵妃又是沈贵妃。黎叔震怒，前朝妖后祸国，皇上差点驾崩在流亡途中。他是不长记性吗？还这般宠幸女子？黎叔此言谬矣，女子也不全都是坏人。古来多得是贤妃贤后，他们辅佐皇帝，抚育皇子，功劳卓著。不过黎叔您倒是提醒了我。我微微一笑，宫中该选秀了。选秀？我点头，一枝独秀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长春殿的春色凝固太久了，也是时候召家人入宫平分春色了。黎叔上书李宪，要求再度选秀。朝堂一呼百应。前朝有妖后擅权，是以臣子们最不希望看到的，就是李宪重蹈覆辙。他们希望拔擢新人，与神鸟互为掣肘。提议选秀的奏折如雪花片般飞上案头，李宪推脱不过，终是应允。我主动请缨，揽下了这个肥差。有便宜不占，乌龟王八蛋。长氏姑姑的俸禄少得可怜，我也该中饱私囊，肥肥自家田地了。我胃口大如饕餮，贪得不亦乐乎。半月后才定下了2位人选，一位是江南首富之女裴青义，而另一位却是神鸟的庶妹沈和安。毕竟圣上最喜欢贵妃，他爱屋及乌，也定会垂怜他的妹妹。你就是沈和安？那日午后，我陪同李宪在玉湖渭锦里，层层叠叠的碧绿莲叶蓦地拨开，一只则猛舟缓缓荡来。行舟之上，一名美貌宫嫔持箫俏丽，她面貌7分似神鸟，却与她的妩媚鲜艳不同。她更为安静乖巧，顺从胆怯。臣妾正是沈和安。她娇羞地点了点头，眼波含情，欲说还休。原来你也会吹箫。李宪赞叹，吹得还这样好，和你姐姐不分伯仲。李宪眸中掠过一丝痴迷，也难怪。
毕竟他与神鸟就是因宵结缘。如今神鸟怀胎，身形笨重，面上生斑，容色大不如前。沈和安这个替身出现的时候正好。当晚，李现宿在沈和安的合欢殿，灯烛刚刚熄灭，神鸟身边的大宫女露水就匆匆赶来。她跑得很急，拆歪系鞋，气喘吁吁。姑姑容禀，娘娘贵体抱恙，腹痛难忍，皇上可得去看看呐。让皇上过去看什么？他又不是太医。可我半虚半假的拦了一下，终是没拦住，让他闯进殿中。不多时，李现披衣而出，匆匆往长春殿去了。这般争宠手段，我屡见不鲜，只好对追出来的沈和安苦笑。贵妃怀着龙种，到底金贵些，皇上过去看看，亦是寻常事。风冷露重，娘娘进殿安歇吧，万一感染风寒，皇上可要责备奴婢了。月华如洗，清辉满地。沈和安银牙咬碎，眸中怒火熊熊燃烧。神鸟，你敢错摸我，你自己也别想好过。说罢，他蛇身回殿，哐啷一声闭门。七月流火，凌霄花越开越烈，纵使在暗夜之中，也红得轰轰烈烈，灼目刺眼。我采摘一朵，低头细嗅，风起了，事情变得越发有趣了。不愧是沈家的女儿。沈和安的手段比起神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争宠之事过了不足1月，天蒙蒙亮，我还未起床，就听宫女若水这急忙慌地叩响房门。姑姑不好了，长春殿出事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若水一贯沉稳，她急成这样，可见是出了大事。等我赶到，长春殿门外已横尸3具，血流遍地，太医们颤巍巍跪了一地，抖如筛糠。这是怎么了？滚！你们都给本宫滚！一个铜镜砸出来，几个宫婢抱头鼠窜，殿内传来神鸟沙哑的嘶吼声，庸医勿忍。你们都没安好心，故意戕害本宫。我这才看清，其中1具尸体是太医院判送之鹤，他家世代行医，在宫中势力盘根错节，到他这一代仅有他一个男嗣。余下2具尸体虽不认识，但看打扮也是太医院的人。我愣住了，心道不妙，不敢入内，静静地候在殿外。不多时，李现阴沉着一张脸，负手而出。可还有旁的法子医治贵妃？若有，朕重重有赏，给你们封侯、封王。见无人应答，李现勃然大怒：朕养你们太医院究竟有何用？关键时刻，一个也派不上用场。朕的爱妃没有说错，你们全都是庸医。来人呐，把他们拖下去，全部杖杀！闻言，太医们连连喊冤：圣上饶命！贵妃娘娘的窦枕发病太急，纵使是扁鹊重生，也回天无力啊！为首的太医涕泪纵横，热毒已攻下心肺，龙嗣就算大罗神仙来了，也保不住。但此刻去子留母，施针用药，臣有把握手到病除，让娘娘玉体无恙。否则毒入骨髓，药石难医。可盛怒之下的李现哪儿听得进去？长春殿外喊冤之声此起彼伏，起初撕心裂肺，而后渐渐没了声息。皇宫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，深秋未到，已满是肃杀之气。神鸟硬撑了7天，如太医所料，他发病极快，不过几天脓疮就遍布全身，破水流脓。第7日，他身下鲜血如注，龙嗣掉了。贵妃失子后，第一时间施针用药，堪堪保住了性命。可他并不珍重自身，反而日夜啼哭，状如疯魔。李现心疼他，陪在长春殿整整3天，足不出户，罢了早朝。第4日，朝臣跪了一地，劝圣上节哀。李现这才离弃神鸟，继续理政。可他哀痛欲绝，形容枯槁，看了半天折子就觉得天旋地转，头痛干呕，只好回殿休息，命我代批奏折。李现称病，不再踏足后宫。我想他内心深处多少有些怨神鸟，怨他无能，连龙嗣都保不住。神鸟发了几日疯，突然醒悟过来，声称自己遭奸人陷害。他彻查后宫，当晚就在裴贵人的偏殿发现了一个巫蛊娃娃，娃娃身上用朱砂写着神鸟生辰，腹部扎了10几根寒光闪闪的银针。是你算计本宫，戕害龙嗣。若不是你暗行巫蛊之术，
本宫又岂会失了孩子？他一根根拔出娃娃腹部的银针，双眸猩红，当场大叫：“来人，将这小贱人拖下去！”剥皮炫曹。我吃了一惊。裴青义虽出身商贾，可毕竟是皇帝亲封的贵人，更何况他还有个自诩清流文臣的表舅，不是臣妾做的，臣妾没有，臣妾是冤枉的。裴青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嫩白的手指插进泥土，不肯被侍卫拖走。见了我，他仰起脸，仿佛溺水之人拽住了救命稻草。姑姑，是您着选我进宫的，求您救救我，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啊。美人带泪，如芙蓉泣露，惹人怜爱。见我动容，站在沈鸟身后的沈和安扬了扬眉：“姑姑当真要偏袒贱人吗？他害得姐姐没了孩子，手段狠辣，其心可诛，便是死10000次，也难消我沈氏一族的怨怒。姑姑该不会为了碎银几两，与我沈氏为敌吧？”沈和安不容小觑，左一个姐姐，右一个沈氏，叫得亲热黏腻。不过3两句话，就暗讽我贪墨行贿，把我架在火上烤。好伶俐的口齿，难怪沈鸟遭他蒙骗，被他耍得团团转。二儿说的不错。沈鸟面容扭曲：“上官臣，本宫与贱人不共戴天，你敢保他，就是和本宫过不去。”眼下还不是和沈鸟撕破脸的时候。我低垂下头，恭恭敬敬：“贵妃娘娘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”进入内殿，沈鸟平退众人，唯留几个亲信。我扑通一声跪下：“奴婢是为贵妃娘娘着想，皇后眉下一指，您擅专发落了裴贵人，恐被责罚。”我一脸难色，若放在平时，娘娘定是不怕的。可如今今非昔比，外面风声鹤唳，有心之人唯恐寻不出娘娘错处。娘娘擅自杀了裴贵人，不是往枪口上撞。沈鸟失子，皇后党立刻反扑，指使钦天监进言，说沈鸟是灾星克子。见沈鸟沉默，我乘胜追击：“不如先幽禁冷宫。”我低语：“到时候他若是畏罪自裁，失足落井，和娘娘也没关系了，不是？”闻言，沈鸟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。他只想裴青义死，至于怎么死，他可不管。可如果皇后介入此事，那裴青义撑死幽禁冷宫，绝不至于丧命。到底是皇上跟前的人，姑姑果然不同凡响。重生后，我对长春殿百般讨好，沈鸟以为我开窍了，当了他裙下之犬，因此没有疑心。这事就交给姑姑了。沈鸟屈尊降贵地伸出一只玉手，轻拍我肩膀2下：“您的恩情，本宫断不敢忘。”沈鸟走后，裴青义以言辞有失，顶撞妃位之罪，幽禁冷宫。是夜，恩禄阁起了一把大火，足足2个时辰才扑灭。等工人闯进去，裴贵人早撒手人寰了。她浑身漆黑，容貌难辨，只有腕上的琉璃珠串能验明正身。沈鸟大仇得报，很快振作起来。他像秋日的野草，一点星火即可燎原。他略施小计，就与李现重归于好。长春殿的灯烛再度明亮，我远眺，连绵的灯烛仿佛星子，点亮了风雨如晦的皇宫。沈鸟，你不就想要一个孩子吗？奴婢帮你。半载过去了，沈鸟的肚子始终没有消息。沈和安崭露头角，一举风飞，风光无限。他酷似嫡姐，可因出身之故，身段更软，长袖善舞，八面玲珑，在宫中颇得人心。李现虽不爱他，但到底多了些倚重。那日宫宴，沈和安吃了一只螃蟹，突然恶心，掩面作呕。我佯装大惊：“娘娘从前不是最爱吃螃蟹吗？今儿个怎么闻见腥味难受？莫不是有孕了？”话音刚落，沈鸟蓦地变色，脱口而出道：“不可能！怎么会？刚才还欢喧的宫殿一时肃静，宾客们或尴尬或嘲讽地看向座上的贵妃，连成天吃斋念佛、置身事外的皇后都笑了。宫妃怀上龙嗣是好事，贵妃这般惊讶做什么？好像不想沈妃有孕似的。”沈鸟僵住，攥着酒杯的手微微颤抖，凤眸翻涌着不甘。沈和安却落落大方，替嫡姐打圆场：“姑姑说笑了，臣妾昨日才来的鬼水，岂会有孕？”我连连称是，难怪贵妃娘娘紧张，原来是关心则乱。2位娘娘姐妹情深，
真真儿让奴婢羡慕。姑姑谬赞了，臣妾不敢当。沈和安乖巧懂事，知进退，识大体。与他相较，沈鸟却性格刚硬，相形见绌。当晚，沈鸟在长春殿大发脾气，伺候的小太监不过脚步重了些，他就吵嚷头疼，生生将他杖毙。我前去送中秋节各宫的恩赏，恰碰见几位小太监运断了气的尸体，不由心寒。我垂眸，先连进去，献上送子观音。这尊观音乃象牙雕刻，在怀恩寺开了光，灵验非常。我讨好的笑，多少宫妃想讨要，圣上都舍不得，最终还是落到了娘娘这里。可见娘娘在圣上心中的分量。望着慈眉善目的观音和他身畔簇拥着的百子千孙，沈鸟眸光渐暗，涌动着腾腾杀气。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抚摸着观音的玉净瓶，求神拜佛，最讲究诚心。本宫就去怀恩寺走一趟，斋戒3日，烧香祈福，不然倒辜负了圣上的美意。沈鸟的銮驾摆去了怀恩寺，他此行低调，只带了几个贴身女婢。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进了御书房，和李宪絮语微移了几句。我直奔正题，贵妃娘娘一心盼望有个龙嗣，说到底是太爱圣上您的缘故，是药3分毒，娘娘的坐胎药可是当水喝的。若非体谅圣上后继无人，她何必糟践身子？奴婢听说怀恩寺有一汪冷泉，夫妻饮泉水而后合欢，不出1月定有消息。圣上何不悄悄跟过去，给娘娘一个惊喜，遂了她心意。李宪想要龙嗣，而他更想要的是沈鸟肚子里的龙嗣。所以当他秉承着和沈鸟夫妻一体的心思推开怀恩寺禅房时，别提他脸色有多好看了。沈鸟与一位俊俏僧人颠鸾倒凤，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皇上见我们进来，沈鸟脸色惨白，浑身僵住，无法动弹。他雪白似牛乳的双足紧紧勾在僧人的腰际，玉指绷直，粉腮带赤，薄汗生香。我眼疾手快，薅下佛像上的肚兜，掩上他赤裸的玉体。可薄薄一片丝绢，实在是捉襟见肘，遮得住这儿，漏了那儿，顾此失彼。我手忙脚乱，急得满头是汗。跟进门的侍卫满脸尴尬，面若死人。见状，我当机立断，看什么看？全都滚出去！胆敢多看贵妃娘娘一眼，小心我剜去你们的狗眼！侍卫慌忙退下，生怕自己跑得不够快。一个小侍卫甚至摔了一跤，丢盔卸甲，落荒而逃。沈鸟呆若木鸡，嘴唇翕动了许久，一个字也吐不出。半晌方缓过神，他推开身上的僧人，匍匐到李宪脚边痛哭：“皇上，您听臣妾解释。”臣妾刚刚武气，一睁眼就看见这狂徒趴在臣妾身上。皇上，臣妾什么都没有做，肯定是奸人构陷，臣妾是被冤枉的，您可要相信臣妾啊！李宪睥睨着心爱的女人，眸光似淬了冰一般冷，淬了毒一般狠。他薄唇蠕动了一下，想说什么，终究没说，只决绝地抬起脚，甩袖离开。沈鸟回宫不久，就被褫夺贵妃头衔，贬为庶人。顾及他树敌太多，担心他遭受毒手，暂没将他移出长春殿，只命他闭门思过。李宪的身体越发差了，他急火攻心，猛地咳出血，整个人形销骨立，薄得就像一片纸。我心情大好，冬去春来，枝头缀满嫩叶，新绿鹅黄。我春水煎茶，荷花酿酒，过得不亦乐乎。北疆传来捷报，代王李蒙首任匈奴王，收复失地，不日归京。可几日后，外面又递进消息，说李蒙途经蓟县，饮了不干净的泉水，得了痢疾，一病不起，难以北行。北疆的尸山血海，没弄死他，却病倒在家门前。是谁伸的手，再明白不过。我不免有些担心，放下手中酒樽。如今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我不想棋差一招，可很快我的心落回肚子里了。那天我照例在院中用膳，刚夹开西湖醋鱼的肚腹，就瞧见一块玉珏。沈鸟失宠后，宫规流言四起，传言李宪还是太子时，被妖后施以水刑，伤了根基，与子嗣无缘。朝臣联名上书，要求李宪从旁支过继一名子侄，
以保李氏香火。李宪本就因神鸟淫乱烦心，早朝又被臣子们揪着耳朵一顿唠叨，怒火中烧，数日之内连杀7名谏臣。金銮殿血流飘橹，哀嚎满地，臣子们敢怒不敢言。有几个老狐狸嗅到风声，明面上称病告老，暗地里却收拾行囊，拖家带口，偷偷往蓟县去了。什么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朕乃真龙天子，是天命所归，有漫天的神佛攻曹庇佑，任何忤逆朕的人都该死。那日他又重责了一员文官，回了昭阳殿，他气急败坏，踢倒了一尊铜鼎，可大幅度的动作让他气喘吁吁，大汗涔涔。见他实在喘不过气，我赶紧替他脱下繁复的龙袍，搀他上床休息。放我进去，我要见圣上，快放我进去。不等合眼，外面喧哗大起。是谁在叫喊？李宪虚脱地直起身，皱了皱眉。我看了一眼道，是沈氏身边伺候的工人陆水。是他。李宪本不欲管，可陆水声嘶力竭。圣上，沈氏水米不进，就要死了。您当真这般狠心，要弃他于不顾吗？圣上，您忘了当年您被幽禁冷宫，机遇寻死，是沈氏在廊下吹箫，为您疏解心绪了吗？圣上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沈氏固然罪大恶极，可求您念着昔日情分，宽宥他一回。李宪一直木着脸，听到箫声2字，他眉心微皱，仿佛想起什么。是夜，李宪去了长春殿，月色清冷，洒了满地，恍若霜雪。神鸟脱簪，仅穿一袭薄纱素衣，立在冷冷月光中，低手吹箫。箫声起，凄冷悲凉，如泣如诉。李宪神往，怔了怔，从身后抱住他，袅袅。这些年，李宪对神鸟的情爱，皆因一段箫声而起。当年他被幽禁冷宫，受尽欺侮，一度寻死，绳索套上房梁，就差踢倒脚下的凳子。这时窗外传来悠扬的箫声，那箫声慷慨激扬，却暗含抚慰之意，如滔滔江水，引人入胜。多好的箫声啊，听完再死吧。李宪从凳子上跳下来了。箫声响了7日，李宪就多活了7日。最后1日，进宫参加簪花宴的神鸟要离开了。临别前，他写了一封短信，托我递给李宪。太子，东山再起总有时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千万珍重。这封信救了李宪，他不再寻死，忍受着种种折辱，韬光养晦，只等柳暗花明。所幸他做到了，所以他登基为帝后，抢夺了已嫁入淮阳王府的神鸟，将她接入宫中，百般宠幸。弱水3千，只取一瓢。当初朕差点误入歧途，是你的箫声救了朕，救命之恩，朕断然不忘。李宪搂住神鸟，潸然泪下。看着深情款款的李宪，我真的想笑。说着不忘救恩，可下命掘开上官祖祖坟时，却毫不手软。难道臣子的忠心不是忠心，只有情爱才万古长存？身为一个帝王，他真的幼稚的可笑。神鸟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。眼看2人就要重归于好，沈和安从偏殿走出，磕头下跪。圣上明鉴，当年簪花宴，神鸟为争夺淮阳王妃之位，与王爷私相授受，足足7夜都宿在王爷殿中，哪有时间绕过半个御花园去东宫吹箫？臣妾所言，字字属实。圣上如若不信，大可宣淮阳王进宫，是非曲折，一问便知。他言之凿凿。不等李宪再问，神鸟竟欺身扑上，薅住他发髻，撕扯。下贱娼妇，你为何要害我？我失宠，你同为沈氏女，又岂会有好果子吃？你和你那个爬床的贱人娘亲一样，都黑心烂肺，龌龊不堪。沈和安反唇相讥，我龌龊，嫡姐难道清高？你上一胎是侍卫的，这一胎又是僧人的，什么脏的丑的你都睡，简直人尽可夫，和青楼妓女无异。宫中谁人不知，你身为贵妃，和淮阳王藕断丝连，缠绵不清。你还和淮阳王说圣上不及他雄风。话音未落，李宪以气急攻心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他身子一晃，昏厥过去。李宪的病来势汹汹，因幼年几度犯险，他身体虚劳，所以一遇急事就咳血气喘。
此病深入脏腑，病入膏肓。太医摇摇头，圣上恐怕天不假年啊。李宪一病，代王就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率领铁骑围困皇城。我在选秀时贪墨的银子，总算派上用场。哨子来报，代王粮草充足，围个1年半载，不在话下。神鸟被诛杀在三军阵前，死前他嘴里塞个铁核桃，防止乱说话。他的尸体处以剥皮炫草之刑。李宪恨毒了他，没给他体面。可百姓仍不买账，越来越多的人效忠代王。他刚刚平定北疆，功绩卓著，在军中颇有声望。且他背后有江南首富支持，应允百姓减税，免徭役。百姓才不管谁当皇帝，他们更在乎自己的肚子能不能吃饱。谁能让大家伙吃饱，谁就是老皇帝。而重税敛财，只为了供神鸟奢靡生活的李宪，显然不是他们的人选。李宪死在围城第7日，我给他下的毒剂量一直很轻，所以我略微加重了些，他就产生了幻觉。他梦见冷宫那些年，满地的毒蛇，漫天的飞剑，还有我娘白骨嶙峋的手。乳娘是你来接朕走吗？他浑身滚烫，额头滴下豆大的汗珠。中毒让他无比痛苦，他不得不蜷缩着身体，抵御波涛汹涌的痛楚。傍晚时分，他清醒了，接连不断的剧痛让他麻木，就好像我爹被射成筛子那天，他几乎感受不到疼。很好，我亲人遭受过的痛苦，你都一一品尝过了。望着我，他目光空洞，是你。我以为他说我是君，遂大方地点头，才看出来，真是眼拙。可李宪摇了摇头，艰涩道：吹箫的人是你。我愣住了，不是感激他终于相认，而是内涵于他的执着。大军压境，王朝倾覆，死到临头，可他心心念念的还是哪个女子赏识他这么细枝末节的事。你爱慕朕，朕知道，可你不该因爱生恨，害朕。你们上官一族一向忠心耿耿，乳娘说过，朕是你的主子，生生世世你都要护着朕。我被他气笑了。我杀你，并非因爱而恨，而是我上官一族选错了皇帝，只能由我更正。你们选皇帝，哈哈哈，好大口气，朕是真龙天子，天命所归。有没有你上官家，朕都是皇帝。他仍然自命不凡，笑得眼中带泪。我凝视他，不屑到了极点。我当年用命护过的殿下，居然这般不堪。很快你就要成先帝了。我一把匕首插进他胸膛。李宪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你读了那么多帝王册，却始终没学会这个道理。代王登基后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皇后本就礼佛，她带着李宪的嫔妃移居怀恩寺，吃斋祈福，安稳度日。沈和安本该幽禁冷宫，可我看在他同我联手气死李宪的份上，放他出宫。他很聪明，看出李宪短命，立刻弃暗投明，手段狠辣，干脆利落，是个狠人。听说他去塞外做生意了，被悍匪掳走，生死不明。假死的裴青义回到江南，嫁给富家公子，夫妻和顺，3年抱俩。我泛舟五湖，游历山水，日子逍遥快活。玩累了，在苏州开了一家酒肆，上好的女儿红，只卖1文钱1碗。别人污蔑我掺水，我抖了抖银票，老娘有钱，开店只为聊天。黎叔告老还乡了，他老了，舞不动刀了，又没个子女，我接他同住，为他养老送终。天朗气清，鸟鸣阵阵，凌霄花开得正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